想知道在 Minecraft 1.21版本中，如何高效地找到所有关键矿物，并掌握最优的挖矿策略吗？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将解析每一种矿物的最佳生成层数，并分享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挖矿技巧。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这些技巧都能让你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资源，帮助你轻松打造最强的装备。首先，在 Minecraft 里，不同的镐质材质直接影响了你能挖到的矿物的种类。比如说，木镐虽然容易制作，但你只能用它来挖石头和煤矿。而如果你想要挖掘铁矿或者以上的矿物，就得升级到更好的镐质。那么每一种材质的镐质究竟能挖到哪些矿物？我们接下来呢就逐一的分析。首先，木镐是你在游戏初期最容易获得的工具，它只能挖掘石头、煤矿、下界石英和下界金矿，而它无法获取铁矿以及更高级的矿物。也就是说，木镐只能用来帮助你度过最初的几分钟，之后你需要尽快的升级你的镐质。接着，当你升级到了石镐后，你将能够挖取铁矿石以及以上的这个矿物。但是石镐这里还是无法挖掘红石、金矿以及钻石等以上的矿物。然而，铁镐是游戏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能挖掘几乎所有种类的矿物，包括的就是以上的这些矿物啦。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铁镐虽然能挖掘出钻石矿，却不是最理想的工具之一，因为钻石的稀有性以及价值更适合用更高级的覆膜镐质来处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金镐。虽然金镐在全部镐质里面，它的速度是最快的，但它的耐久度呢极低，实际使用价值呢并不高。这里金镐最多呢只能使用到33次，然而金镐也只能挖掘石头、煤矿、下界石英和下界金矿啦。但由于它的耐久度极低，几乎没有人选择使用金镐来挖矿。接下来，钻石镐无疑是 Minecraft 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它能挖掘出所有的矿物，且耐久度极高。以上就是它能挖掘到的这些矿物了。最后，下界合金镐是目前游戏中最顶级的工具，它不仅拥有超高的耐久度，还能快速的挖掘所有的矿物。然而，这个下界合金镐如果是掉落在这个岩浆里呢，它也是不会被燃烧的这个工具之一啦。那如果你在游戏中追求极致的这个效率以及这个材质的镐质，这就是你要追求的这个工具啦。然而，在讲解这个矿物生成层数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鱼骨挖矿法。那鱼骨挖矿法呢，就是当你想要挖掘矿物最多的层数这里，然后呢就开始往前挖一个通道，并且当你挖到25格到30格过后，再回到最前面这里，隔2个方块呢继续挖。通过这样子的挖矿呢，就可以快速的获得你想要的矿物啦。而且这个鱼骨挖矿法呢，很安全，效率又不赖。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解一下这个每种矿物的生成层数最多的层数是哪些。接下来呢，让我们从最基础、最常见的矿物，也就是煤矿开始。煤矿几乎是每个玩家都会首先接触到的矿物，因为它是初期最重要的燃料来源。矿主要分布在 Y95 到 Y136 之间。在这些层数中，煤矿的生成几率在 Y95 左右达到最顶峰，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一个区域挖掘的话，你很有可能找到大量的煤矿。这里我们可以使用每种材质的镐质，可以有效的采集这一个煤矿。还有这里我建议的就是在高山的岩壁，又或者是附近的洞窟挖掘煤矿会比较好哦。因为只要是在越高的地方发现的这个煤矿呢，就会更多啦。接下来呢是铜矿，这是 Minecraft 1.17以来新增的矿物。铜矿主要分布在 Y-16 到112之间，并在 Y48 附近生成的最多。如果你正在寻找大量的铜矿，推荐你到这一个滴水溶洞这里挖掘铜矿会比较好哦，因为这里的铜矿生成数量呢是双倍的。然而这里除了木镐和金镐不能采集这个铜矿，石镐及铁镐以上的材质的镐质都能有效的采集这个铜矿啦。铁矿是游戏中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铁矿的主要生成层数是在 Y16 到232之间，并在 Y232 附近生成的最多。如果你正在寻找大量的铁矿，那么在这个高山上洞窟内挖掘是最理想的选择。这里我们可以使用石镐、铁镐、钻石镐以及下界合金镐都能采集这个铁矿。接着金矿相对较为稀有，但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制作高级物品时。金矿主要生成在 Y-64 到32之间，在 Y-16 左右的生成密度呢是最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发现到金矿的地方，就是2D 这个地形。
这里的地形金矿生成在 Y32 到 Y256之间，并且有较高的频率生成金矿，所以我推荐你来这里挖掘这个金矿啦。这里你可以使用铁镐、钻石镐以及这个下界合金镐才能挖掘这个金矿，否则你会浪费这个宝贵的资源。红石是 Minecraft 中制造红石电路以及这个自动化的系统的关键资源。红石主要生成在 Y-64 到16之间，在 Y-59 的深度范围内生成密度最高。如果你想要大量的挖掘红石矿呢，建议是在这个-59的层数中挖掘，因为这里呢又可以挖掘到钻石以及这个红石了。这里铁镐及以上的材质的镐子都能有效的采集这个红石的矿物。接着青金石矿是游戏中用于覆膜以及染色的主要资源。青金石主要生成是在 Y-64 到30之间，在 Y 等于0左右的生成几率呢是最高的。青金石的采集只需要石镐及以上的镐子就能挖掘上来，然而木镐及金镐呢是不能挖掘的哦。接下来呢，绿宝石是游戏中最稀有的矿物之一，要用于与村民交易。绿宝石主要生成在3D 生物群系中，生成层数在 Y-16 到320之间，其中在 Y-236 左右的生成密度最高。由于绿宝石的生成高度非常高，通常是在山顶以及这个高山中呢进行挖掘才能发现它们。与其他的矿物不同的就是，绿宝石矿呢只会用这个单块的形式出现，因此在高山的洞窟呢要仔细的寻找才能发现到它们。这里我们使用铁镐及以上的镐子呢都能采集到这个绿宝石矿了。接着钻石矿是游戏中最令人兴奋的发现之一。钻石矿主要生成在 Y-64 到16之间，并在 Y-59 左右达到最高的密度。这里铁镐及以上的镐子是采集钻石矿的最低要求。接着这里我还有一个挖掘钻石的方法，推荐给你的就是你可以坐船来到海的附近寻找这个深层的水下洞窟，这里有着很多裸露的这个矿物，并且也有几率呢找到这个稀有的钻石矿啦。然而当你发现了这个钻石矿了过后，你只需要放上这个门，然后站在门里面呢就能方便你挖掘钻石，而且你也不用怕这个不够氧气啦。这个方法呢就能大大的增加你的镐子的耐久度，而且你也不用怕任何的怪物来突袭你，这里就推荐给你啦。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下界合金矿，这是目前游戏中最稀有且最强大的矿物。下界合金矿呢只能在这个下界中找到，主要生成在 Y-6 到 Y-21之间，并在 Y-15 左右达到最高的密度。由于它的稀有性呢，建议在这些层数中进行长时间的挖掘，并且配合爆破来提高这个下界合金发现的几率。这里呢需要使用钻石镐以及下界合金镐才能有效的采集这个下界合金矿。还有一点推荐你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诡异森林又或者是地狱荒原挖掘这个下界合金矿比较好哦，因为在这个地形挖掘的话会比较安全，没有太多的怪物。然而这里的方块呢也比较容易挖掘，所以在这里不推荐你在玄武岩三角洲这个地形来挖掘，因为这里的地形呢比较多岩浆湖，而且这里的方块呢需要挖掘的比较久，所以比较不推荐你在这里挖矿了。然而这里我也不推荐你在这两个地形挖掘，这里呢有的就是这个绯红森林，这里呢会大量的生成这个幽助兽，所以不怎么安全。然而在灵魂沙峡谷的地形也是一样，这里会大量的生成这个骷髅弓箭手，所以也是不安全，也会拖慢你挖掘的效率。这里再来推荐你几个挖掘下界合金矿的几个方法。如果这里你使用镐子挖掘的话，我比较推荐你在你的镐子附上效率以及这个经验修补的覆膜，这样你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挖掘的速度以及发现这个下界合金矿的效率啦。还有就是当你在挖掘的时候呢，可以打开这个区块显示，也就是按下 F3+G。当你打开了过后，你就需要挖掘到这个区块的边界这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开始挖咯。这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发现到这个下界合金矿啦。那么当你发现了这个下界合金矿的过后，你在挖掘下界合金矿的时候，也不妨挖掘附近的方块，或许这里呢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同样的，当你发现了这个精力以及这个石英的时候呢，你在挖掘它们的时候呢，也是有几率发现到这个下界合金矿了。当然，这里使用挖掘还不是最快的方法，这里你也可以通过使用 TNT 来炸开这个地形。你可以在 Y13 这里往前挖一条通道，然后呢就开始放置这个 TNT， 这里间隔2到3格呢放置这个1个 TNT。通过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这个下界合金矿啦。可是制作这个 TNT 需要耗费大量的材料嘛，这
这里再推荐给你一个比较容易收集的材料，也就是床。这里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前面呢挖一个地方出来，然后呢放置这个床。过后呢，你只需要往后4格，然后在第4格的这一边呢放上一个暂时性的方块，再点击这个床，这样就可以咯。接下来呢，再来讲解这个下界石英。下界石英呢，是在这个下界中最常见的这个矿物之一，要用于制作红石机关的零件以及这个装饰的方块。下界石英主要生成在 Y10到114之间，其中在 Y12到 Y80之间生成密度较高。当采集下界石英时，任何采集的稿子呢，都能把这个石英给挖掘起来。因为这个下界石英在这个下界中较为广泛，所以你只要在这个下界中逛一逛，都能很容易的发现到它们。最后呢，再来讲解这个下界金矿。这个下界金矿生成最密集的生成区域呢，是在 Y15。这个下界金矿可以使用任何的稿子呢进行采集它们。这里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精准材质的稿子来挖掘它们，将它们拿去熔炉燃烧，这样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完整的这个金锭啦。如果这里你是直接挖起来的话，它们只会掉落这个金粒哦。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在采集这个下界金矿的时候，周围的主布林看到你破坏这个下界金矿的时候，他们是会攻击你的哦。无论你身上是否有穿戴这个金装，他们都会攻击你，这里你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稿子的其中2个附模，2个附模分别有的就是精准采集以及这个时运。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精准采集。这个附模呢，可以让你在挖掘方块的时候呢，让这个方块呢掉落出原本的这个方块啦。也就是说，如果这里你挖了煤矿，这个矿物呢是不会直接掉落这个煤矿的，它会掉落的就是煤矿物这个方块。这个附模的好处就是，当你长时间在地底挖矿的时候，挖出来的矿物呢不会占用到你的这个背包啦。那么如果当你挖完了矿物回到了基地过后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时运镐来增加它们的掉落数量了。像这里再来说一下这个时运。这个附模呢，就是当你在挖掘矿物的时候，会有几率掉落更多的这个矿物的数量。这里的矿物呢，除了这个下界合金矿啦，这个掉落的数量也会根据你时运的等级而提升这个掉落的数量的几率。那当你挖掘这个钻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时运镐来让这个钻石翻倍啦。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2个附模呢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只能附上一个，看你自己要怎样去选择吧。如果是我呢，肯定会选择2个都要啊。最后这里我也希望大家的下界合金和钻石能挖好挖满。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并分享出去。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